各位，首先介绍今天的3位来宾。我想跟各位介绍的是今天我们的世界级诗人，也是德国书业奖的得主，以及今年诺贝尔奖的一个和平奖的文学奖的候选人廖一武先生。接下来介绍前纽约时报的记者，以及现在德国智库的成员李宇飞。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台湾驻德大使谢志伟博士。谢大使多年来为台湾的存在而战。首先，请谢大使为我们开幕。我现在的心情还存在刚刚李武兄他的那首诗啊，从中国1989年的6四天安门，一直到香港2019年到现在。刚那个影集剪出来的影集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一句英文 ：“Kill me or free me。”在我们中文可以讲说：“不自由，勿宁死。你要么就把我杀死，不然你就给我自由；或者给我自由，不然就杀死我。”我作为台湾驻德代表，我来之前跟来之后，我一直未忘初衷，那就是作为一个曾经走过40几年白色恐怖、38年戒严的台湾人，我们除了对自己的历史责任以外，我们对于整个中华文化圈里面的，这边包括中国人，包括香港人，广义来讲，包括在中国共产党政局之下统治的，维吾尔族、吐蕃、西藏人或者南蒙古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几乎是唯一还能够有言论自由，还能够有资格捍卫言论自由的。所以我在今年的6月，啊，我跟我们台湾来的许平芬，我们规划了一个诗抵抗认同这样的一个系列。第一场是6月2号，我们就请了台湾也是一个大师级的诗人郑炯明，由他来现场朗读他的诗，在戒严时代，在那一个不见天日的时代里面，到底文学可以为人性的光明做些什么事情？2个礼拜以后，我们用英文讨论郑炯明的诗。那之前郑炯明本人也跟我们这个主讲。那么今天，已经夏天过了，秋天也都几乎快过了。我们今天推出由一武兄廖一武他的诗《二次屠杀》啊，那我个人心情又沉重又兴奋。我沉重的是2年之内，一颗明珠香港从天明转成黑暗，从阳光转成暴风雨。可是我兴奋的是，或者说我觉得还有一点安慰的就是，至少还有一个台湾人，还有一座台湾2400人，我们为自由民主来做一些事情，我们为香港人做一些事情，不是只为他们，而是为我们啊。所以我简单的说，我要强调就是说，刚刚最后一次用为就是英文，我们讲就是说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如果我们团结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就站得住；如果我们分裂了，我们就会跌倒。fall 这个字，它当名词的时候，它有秋天的意思。你只要想象那种秋天扫落叶，孤黄一地，没希望，这就是 fall。所以，如果我们站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所以我一直认为，不是只有政治可以做事情，尤其是文学，它的震撼力、它的穿透力，可以让我们看到隧道那一头的光明。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谢谢义武，谢谢迪丽、
你看以前都是讲广东话在香港。好，OK， 那我想我的开场先到这里。谢谢谢大使。义武，你在1989年天安门的时候写了一首《大屠杀》，然后也因为写了这一首诗，传遍了全中国，然后造成了你入狱4年，然后转而流亡德国。你有想到过30年后你还要写续集2次屠杀吗？我的确是没有想到，30多年前的6四凌晨，我当时就根本就不知道害怕的一个年轻人，那个街上还有武装警察的巡逻，然后我就在屋子里面制作那个磁带和一个加拿大人在那，我们俩就录制那个大屠杀。录了之后，后来我被抓住的时候，都是9个月之后，法官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幸好9个月之后，你才被抓到。你当时被抓到的话，我就不用审判你了，根本就不用审判你，当场枪毙了。啊！我那个时候就说，第一次我就知道共产党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的很多朋友大概就是不知道共产党，他们就是企图在中国国内推进民主，但是我始终是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最后每一次他显露出他们的凶残的时候，平常看起来很温和，比如刘晓波那一次，就直播就是杀人杀给你们看。所有的全世界都看到了，刘晓波就是挂着那么多个管子，然后就死掉了。然后香港这次也是杀给全世界看，就这个，没有别的。就是我的有一个曾经把这个片子寄给我的一个导演朋友，他看了这个，他说：“原来我们离法西斯这么的近，他们。”以前我们认为是在2战的电影，那些什么法西斯要过来了，希特勒过来了，原来那个法西斯就是这么近，然后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是很多人还认为这个东西战争不会重演嘛，所以说我就是特别感谢谢志伟大使。我那个2016年然后认识他的，这是每次到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都是志伟就是提供了直接的那个支持，包括就是刘霞到这儿来，我说那个就是能不能够找个房子啊？谢志伟当时也是，好，我给你找，然后又收集那个台湾所有的关于刘晓波的书，然后送到我家里，然后给刘霞一套，给我一套。总之就说这个我是感觉所谓的祖国，如果说我们就古代中国人的那个祖国的意义，应该是谢志伟这种人才代表了我的母语祖国。那个祖国就是一个公共厕所，但是公共厕所有的时候他们要经常从公共厕所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冲出来杀人啊！我们文学有什么作用？现实当中没什么作用，我们只有把它这个暴行记录下来，让将来的人记得人类曾经民主社会曾经那么软弱，那么弱小，目睹这些暴行，然而无所作为。文学就只有这个作用。将来就说我们检讨的时候，才有可能香港人才有可能重新回到他们的城市。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所有的东西全都完了。那个义务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祖国啊，比拟成这个公共厕所。可是这有个差别啊，通常只有我们在找公共厕所，现在是公共厕所找上门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那个
弟弟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刚刚坐在现场，你看这一首诗朗读的诗，是不是给我们说一下你的感受？非常的感动哈，还有非常的痛苦，因为看到的地方，看到这城市，知道也许不能回去哈。我们很多人好像就 exiles 那个流浪人哈，可以这样说，或者 exiles 越来越多。本来中国大陆，跑到香港，现在香港就跑到国外，我们还跑到哪儿去呢？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回家呢，不能回去是一个。反正怎么说，现在知道中东这情况，这么多人也得走啊，也得来那个德国，也能理解他们心里的痛苦是很深的。其实我想说是那个1989年那一天晚上，我那时候在伦敦读书，在香港我是文革时候在香港出生的。然后呢，到了89年是上大学时候，然后在伦敦读书，看了电视，看了那个晚上那个黑黑的，还有那个橘色的那个灯啊，还有那个墙啊，那啥是泡的那样的。然后有很多很出名的外国教授就说，这个之前就是那个抗议的时候，那个大那个游行时候就知道他们是不可能开枪的，不可能开枪的。说李鹏要下台，这肯定要的，人太多了，看的人电视台什么都有哈，在这个北京这城市。但是我心里，我才20岁左右，我心里知道他们是会开枪的，这是肯定的，这是非常的肯定的。我觉得住在中国这块地的人，理解这个传统文化的人，还没改进这个咱们这个现代那个社会，可以这样说呢，是知道的。他们有什么能力啊？什么都能做，这是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必须明白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是香港出生长大的，然后我父亲是大学教授，他成立了那个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母亲是最残疾的孩子跟他们工作的红十字会，所以他们也不属于这个殖民地这个系统哈，他们是知识分子，是那个 do-gooder 那个这样的人哈 ，physiotherapist 这样的人。然后呢，但是我大概也是这年纪，就是20岁左右哈，也明白了我家里人，我们家如果在中国大陆。就是说40年以后也是活不下去的。我们要么是反右，要么是文革，要么是什么活动，最可能是给灭了啊，活不下去。所以这是一种自由，还能活在香港的，得到这个自由的一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一个东西。在那个义务的这首诗里面呢，他用了中国文学里面关汉卿的一出戏剧，叫《窦娥冤》。这是诗中里面埋了一个中国文学里面很有名的，重点在那个“冤”那个字。我们知道“冤”这个字，“冤”就是怨恨的怨，怨恨的怨是愿望的愿不能实现。我们知道这窦娥冤，他被冤杀的时候啊，他讲了。他许了2个愿，一个就是我头砍下去之后，让我的血喷上我背后的白布，这是他第一个愿望。第2个愿望就是我砍死人的是6月，我相信因为是64你挑的这个，我们知道6月雪，就是在6月的时候盛暑的时候，让天下大雪，结果。往上的雪喷到白布上去了，往下的白雪降到地上来了。那我看到你这首是这么写，我心里就在想，这样的一个冤，64的不是只有死难的人，64人的妈妈，还有香港，你刚刚特别提到几百个
自杀的人没有遗属，眼睛被打爆的。那我想请教一下，就说义务，假如我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残暴没有人性的中国共产党，你刚提了，你说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啊？就我认为，文学有用的，文学是一种记忆，不是吗？您这么努力的写诗、写报道、写小说，你没有这个信念吗？我当时60那天，就是听到那个收音机里面传出坦克、开枪、惨叫，很多人在奔跑。当时我是第一次那么清晰的听见那个杀人。当时我的最后一句诗，大屠杀最后一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屠杀中，只有狗崽子才能幸存。我更多的是感觉到耻辱，就是说我也没枪没炮，而且还是个近视眼，我没有办法就是抗拒这么一个杀人，抗拒那种屠杀。如果聪明一点的中国人的话，他喊都不会喊，因为这个太恐怖了。第五，你也写到，就这首诗你也提到了，就是二次屠杀这一首诗里面有27个睡吧，你这有特别的含义吗？这个连接生死之间的就是睡眠，就是说那些最后只有那个睡眠能够拯救我们，睡眠让我们能够回到过去，让香港人能够想到他们的父辈怎么样偷渡到香港，怎么样建立家园，怎么样在那儿生存，那种幸福的生活一去不返，都只能够通过睡眠了。现在于海外的人，你只有那个睡觉，想到那个，就像林荣基说的，想到香港的好吃的，香港的那个什么摊，很多人在一起在那儿吃，看这个街景。现在只有睡眠了，睡眠能够想到这一切。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生在德国哈，我们现在生在德国，德国人曾经睡了好几年。如果按照您这样的一个解释哈，我们知道纳粹12年，然后再来1949年到1989或1999年40年或41年的东德共产党政权。我回到刚刚那个窦娥冤跟这香港人被这么杀，8、9被这么杀。德国如果各位在场有人去过慕尼黑或慕尼黑大学，或者你稍微知道德国的2次大战，纳粹史，1943年2月，白玫瑰事件，就一对兄妹，当然还有别的，一对兄妹，就是Hans und那个 Sophie Scholl， 白玫瑰肖氏兄妹，他们在慕尼黑大学散发传单，然后被那一个大楼，就是那个慕尼黑大学主楼的那个大楼管理员，那个人本身是纳粹的党员，是参加 SA 纳粹党的人，抓到他们2个兄弟，兄妹，然后送给学校，学校送给纳粹，最后判死刑。我若没记错的话，4天以后，这个兄妹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但后来这个时候兄妹被判死刑。你们知道被判死刑是怎么处死的吗？断头台。20世纪1943年2月，断头台砍头的那种断头台。另外一个教授叫做 Kurt Huber， 几个月之后砍头，就跟窦娥冤一样。我现在其实要问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很多人会惊吓。可是我们如果看到德国拉长来看，他们的转型正义，东德倒了以后，当然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可是正义最后还是拉长来看还是胜利了。弟弟，我们有这样的希望吗？
你觉得中国共产党这么的有可能吗？他们他们有被判刑的可能吗？欧洲人可以做什么事情？自由世界可以做什么事情？欧洲人世界呢，就是以我前记者的身份哈，或是然后个人的身份呢，就是说，香港现在这情况是很难的哈，但我们还有台湾。说到这个，就是说，义武你在你的诗当中讲到祖国，念了好几次祖国来了，祖国没来。这个，我想问现场的特别来宾，就是说，很多人说今日香港会是明日台湾吗？弟弟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的问题，很显然。你在德国现在就讲这个 deterrence 这题目哈，主要就是德国人主要认为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你是说什么那个武器的那个 deterrence， 特别是 nuclear deterrence 这样的哈。但是呢，这 deterrence 这个词有很多的意思，对，就是对付就是平等的那个冷战时候叫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当然，但是 deterrence 要好几种的那个 deterrence 这个概念哈，你可以有一些那个 political 就是政治上的合体，就是做一个那个很多国家在一起防御的，可以这样说。对，现在美国正在准备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那个Global Democracy Summit， 他们邀请了民主峰会，大概是对民主峰会，谢谢。他们大概是邀请了107个国家左右。我都数了一下，这个包括台湾，台湾也写了台湾啊，不写了什么？台湾是属于民主中华台北或什么的，它是证明的，写台湾的。我觉得这个小点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在欧洲也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讨论。你比如说 Lithuania 还有 Czech Republic， 特别是东欧的国家，现在开始说。我们要说台湾啊，不想说什么中华台北或者中国台北等等，或者什么东西哈。然后上周我在那个捷克，在布拉格，和那个台湾外部长哈，是外交部长吴先生哈，是他也来了。是。然后我那边的一个智库叫做 Synopsis。一个智库，跟他们也有联系哈，也有关系。他领导人马丁哈的，他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我用英语说，因为他用英语说，就说 We should be able to call a cat a cat, and we should be able to call Taiwan Taiwan 。证明我们说，所以猫就是猫，我们就称它为猫；台湾就是台湾，我们就称它为台湾。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是诗人，是作家呢，这个跟语言也完全是跟语言有关系哈。所以我们也可以走这条路，开始证明就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要说什么呀，说出来，而不光是非常重要的市民哈，诗人，而是政治上，或是社会上，或是那个智库的，或是媒体的，或是什么的哈，都可以开始改变语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我问你，义武，我知道我每次碰到你谈到这里，我是觉得这个你心情都有点闷啊。可是我知道你的书不只是在德国出版，你的书在美国出版，在法国出版，在意大利出版，10几国，而且你获得很多的奖。那我也知道他们对你非常的尊重，非常的尊敬，也非常支持。你从他们的支持里面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光明的力量？刚才我们在讨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其实一直都是一场战争。开始我没有意识到，我逃亡出来，我没有意识到。后来意识到了，我翻看他解放军报，他们发明了一个词汇，叫超限战。
朝鲜战他们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争，其实共产党早就做好了和自由世界打这场战争的准备，一个是消耗，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心理。其实我觉得从天安门大屠杀到世界贸易组织不遵守规则，然后再试探西方的底线，结果就是用经济的力量攻破西方的防线，然后把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然后是香港，然后是病毒，这一系列都是一个战争的步骤。最后觉得他们是绝对就是政治第一，意识形态占上风。现在他们打的这个给台湾的战争其实已经开始了，就是威慑和心理，就是看你们能不能够承受。承受他们，而且试探这个自由世界对这个的反应。如果说你们反应疏于防范，觉得那我怎么样的话，可能某一天他嘣的一下就过来了。如果说你反应的很厉害，这个就是他们就是这一强盗都是拼拳头，看谁的拳头大，我就给你晃，就给拳击一下。如果是你晃了正脚，哪一天嘣的一拳就把你给打倒了，晃到你晃神了啊！不过我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我来这边已经进入第6年了哈，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到2点。第一个就是中国对于香港，对于他们国内的维吾尔族之前的西藏这不用说了，这边还有对于台湾，对于日本，对于南海东协10国，还有我们右手边的纽西兰，左手边的印度，做这种全面性的霸凌。所以我很强烈感受到，在德国，在欧洲整体来讲，对于中国的不耐，对于中国的反感越来越强烈，而这个也呈现在由美国为首的所谓的印太策略。昨天德国的这个护卫舰 frigate 巴伐利亚号昨天进了东京，昨天入港到东京去。所有这一些，我自己认为，包括英国派了这个他们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伊丽莎白，还有法国的潜舰，甚至于大概两个月之前，东协马来西亚，他竟然对着东海发射了3颗导弹，不是美国，不是日本，而是马来西亚。之前没有人想象得到，那就是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军事野心这种霸凌的态势，让欧洲、让台湾、美国、日本、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还有这一个东协、纽西兰等等，连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我刚刚讲说，我还是看得到光明，就是说，当他做得太过头的时候，德文有一句话叫做"the crew gets along to brunnen bis priest"， 你那个去摇这个井水啊，那个桶子一往下摔，再捞起来都往下摔，到最后这个桶子会受不了的，受不了就会有裂痕。我是认为在这个地方可以安慰这个义武兄，我的接触整体来讲，从政府一直到民间，到 NGO， 到社群团体，到网络，还有到学校、福人社等等，是可以看到一点光明的。大使，您2度担任就是在德国驻德代表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新的政党开始之后呢，你觉得这个对新的政府开始之后，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转向？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作为外交官，我在地我就不适合去批评或者去指点。那我可以这么讲，一般大家都会说梅尔克比较亲中，你要再去细分，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可以谈，但是我现在就不谈。我说，以目前正在阻隔的大方向来讲，我们知道社民党大概他们的这个Scholz会当总理，那么接下来新党
那个绿党，这不是小党，是中党，绿党跟这一个在中党当时不见得爱国了哈，绿党跟这个自民党，我有100%的把握，包括社民党，整个的局势还有我跟他们的接触，我当然不好讲名字。整体来讲，你可以在他们的这一次竞选的纲领里面，史无前例的把台湾放了进去。绿党跟自民党、社民党也提到了，我之前跟他们的外交委员，这我可以说有相当的沟通。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大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作为，不是只有反感而已，是十分的反感。香港还有维吾尔族，还有整体来讲，他们在所谓的战略地区，我这边讲就是日本东海的日本、台湾海峡的台湾，还有这个东协的这一个南海等等。所以我可以这么讲，大方向一定是朝对中国趋严。那么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水涨船高"，我们不能讲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地方虽然不被承认是一个 sovereignty 的国家，但是它被视为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跟合作的民主这个政治的实体。那这个政治实体，刚刚那个弟弟说了，在这个民主峰会里面。民主国家里面有台湾，我刚刚本来想问，那台湾是放在民主还是放在国家，还是放在民主国家？好，那我在想，水涨船高，台湾的议题一定会紧跟着，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一种说法，你要惩罚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办法，提高对台湾应有的待遇，不是提高待遇，提高他们应有的待遇。Wir haben es verdient mit ein bisschen mehr Aufwertung behandelt zu werden。然后我们值得他们对我们原来应该更好的更好。那只有一个原因，台湾的自由民主。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台湾的自由民主也不是天上掉下来，天上掉下来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雨滴，一个是鸟屎，自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台湾对香港，还有对整个中国。义武常讲说，他碰到我就说我是他的语言祖国，我看到他就是兄弟姐妹，他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弟弟是在这个香港出生长大的，我是四川人，英国后面关系四川人。可是这里面等一下还会有香港人，我们真的是兄弟姐妹，我们可以吵架，我们可以这个讨论，我们可以拥抱，我们可以谈自由民主。那为什么跟中国共产党不行？因为中国共产党，这我必须讲，我常这么讲，那是一个丧心病狂，没有办法跟他谈理的一个政党。所以对付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让我们站在一起，让我们手牵手、肩并肩啊！这也是我认为台湾人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成为最后的一个自由的宝岛，可以让这个整个中华文化圈或者这个地区的人来看说，自由民主也可以这个样子，啊，这个是我们的责无旁贷的责任。弟弟，对，就说这个姐妹兄弟哈，台湾人、大陆人、香港人。您是台湾人对，然后香港人、中国人、外国人什么都了，就是可以这样说呢。我觉得反正该说中华文化，或是能讲所有的中国语言的人哈，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考虑一下，就是国际化，是不是啊？然后就像我这样的人，就有一点那个代表那个。反正这不是新的事情，因为那个外国人，所谓外国人哈，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特别是南边哈，已经有一个500年的历史。你考虑一下，500年了，时间很长。是。你就在那个葡萄牙那边开始，澳门开始那边的，然后那个之前历史上也有不少人呢，跑到那边去住下来啊。有家庭哈，生孩子、成家的，什么都有。当然，一大部分这个活动是跟殖民地有关系的，这个我特别的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过了时间了，就是
殖民地也香港现在也没有了啊，然后台湾现在也是自己的国家了，是吧？所以你就是我们要走进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未来啊，一个国际的一个未来啊，一个比较那个丰富。怎么说丰富多彩的一个未来？这也是一个中国的事情，也是一个中国讲中文的人的一个未来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哈。台湾特别是这样子。我知道台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博物馆，是那个文化博物馆。我住在中国大陆时候，就是有一次去台湾看了这个博物馆，然后觉得哇，这很吃惊了，就是。本来台湾这个文化是那么丰富的，有很多的文化，很多的语言呐、山地人呐、什么客家什么都有，从那个内地就跑过来的那个49年的人哈，什么都有。然后你在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博物馆，你是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博物馆，一个文化历史文学的一本博物馆是不存在的。我这么吃惊了，我跟那边工作人员，我跟他们开始说话，就说你知道我住在北京了，然后我们那边是肯定是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博物馆。我就是有点 excited 哈，这样的。这倒很奇怪。他我觉得非常不是，我是说，他什么都管，可是他没有博物馆。他什么都管，就没有博物馆，没有好博物馆哈，没有好，因为他没有自由啊。然后这是第一点哈，就是500多年的一个国际的丰富的一个历史史，是不是啊？除了那个殖民地，当然这个要有那个，不小事儿。那我第二点想说的，老廖就是跟你说那个。中共的引起就是全世界的影响，怎么得到这个权力的办法，跟统战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统战，讲这个颠覆哈，可以说颠覆一个社会，一个经济系统，一个政治系统的这个能力，在中国大陆当然在这个中共的那个系统是非常非常强的，还有系统化，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国外，包括在台湾，是不够分析、了解、反抗这个驱动啊。因为香港，我写了一篇就是一个分析的一篇文章啊，就在那个捷克的一个 Synopsis 出版了，然后是分析香港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中共是怎么开始走进这个社会的那个基层了？渗透进去。对，然后那个政治系统，包括有一个自己就是一个 parallel 一个对接的一个政治系统，就在那个政协开始93年，在政协开始建一个 alternative system 哈，然后你看那个包括警察系统什么都有哈，所以这是一种那个颠覆的一个怎么颠覆一个统战的一个方法，中国大陆做得非常非常好，反正因为毕竟是一个共产党，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国外，在德国，在欧洲，在美国，在台湾也要更多的理解明白这个现象哈，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点忽略的，是不是啊？这边当是一个问题哈。我所谓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利用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再加上一个中国悲情主义，因为19世纪他说这个八国联军，美国后来的20世纪的日本，所以今天中国站起来了。中国站起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所谓的领土要全部把它收回去。他脑袋里面还在19世纪。那2次大战之后，其实世界上有一个改变，就是2次大战之前、1次大战之后讲的是国家的利益的分配要均衡。2次大战以后讲的是人权不可侵犯啊。这个德国的基本法里面有关于人权的那一条，就是人之尊严不容侵犯，对不对？对不对？好，是不容侵犯。可是这一种利用，你刚刚讲的这一种渗透，包括
用庙语，就台湾的庙语，利用所谓的中华文化，甚至于我们很多时候，我写中文呐、都会有一些人过来说，哎，谢志伟，你写的不是中文吗？你怎么说你不是中国人啊？譬如说，我没有讲我不是中国，我讲我是台湾人。你说，但是如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谢谢。虽然我爸1949年过来，我对真正的中国人是很尊敬的，这就是我眼中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如果每个中国共产党都这样子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想问掉，15你以前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必须分裂》，分成几块啊？为什么？这个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看那个史书，每一本史书都记载了什么时候分裂，什么时候又通过谈判，然后或者通过征服统一成一个国家，然后过了不久又分裂。其实中国从古至今都是在分分合合。我生活在四川，我觉得根据我的理解，说不定和云南、贵州组成一个国家，那个还比较合理一点。就是和这个北京完全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在台北很多你的同乡哎，你到百货公司去买衣服，他们说，哎，来试穿一下吧，很多你的四川人啊。而且，比如说共产党，你来说，我们从小跟我们灌输，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其实台湾离那个四川很远。台北很多四川牛肉面呐、那个太远了，就是这个。而且他们说收回香港，有一天我们就在说，你难道收回了香港，你就能随便去吗？后来每一个人，哎，是去不了，就是说，我说以为你是成都到绵阳，你就可以随便去了，就是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些人啊，就是说他这个脑子啊，稍微就是动一点，都知道这个东西的不可靠。动一点，它是动很多。不，我要讲就是说哈，其实我就把话讲开了啊。台湾还是有这种人，认为中国不可分裂，台湾一定要跟中国统一。我说真的，我是被他称为所谓的独派，我不反对中国统一，决定权台湾。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常对那一些也包括也包括中国人，我们一谈到这，我就问他说：当你讲到统一的时候，你想到是中国还是中国人？我告诉你，大部分人都想到中国，没有人想到中国人。我说你如果真的要跟中国统一，你脑袋里面有个人的话，你看到中国共产党这样杀中国人，这样杀香港人，你可以没有反应吗？你可以不抗议吗？对不对？你要统一 ，OK 啊？你只跟国家统一，你不跟人统一吗？还是你说你跟中国共产党统一以后，你照样杀香港人？他这个杀起人来，我认为他是不管香港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他都是一样的杀。我们只要上半场差不多，对不起，那个请，我们上半场现在非常的激烈，然后我们接下来又邀请来自香港以及台湾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讨论。那这中间有一个休息时间，但是这个休息时间更是非常的精彩哦，就是廖玉武他不是只是作家、诗人，他还是音乐家。那他在今天特别我们做现场的演唱，那我们期待。
黄河的水高流，妈妈的泪干了。黄河的泪干了，妈妈的乳房干了。妈妈的乳房干了。黄河，黄河，黄河的泪干了，妈妈的乳房干了。我小时候常常听到一首，就是说，年轻人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这一次找了4位年轻人，来将这个与我们特别来宾的一个对话。然后首先介绍，这边就是香港 Y 世代的年轻人。首先介绍邝颂琪，邝颂琪是德国汉堡大学的博士生，他也是反香港网络23条的发起人。那第二位是Karen Chong， 是柏林洪堡大学的硕士生，然后他对于2014年到2019年的香港社会活动呢，有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待会他会跟我们分享。然后接下来在我这边的是来自台湾的 Y 世代年轻人，那个首先介绍女生
戴玉芬，她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硕士。然后他特别是他在硕士论文当中有对于2019年反送中这个活动，所以对于国际报道上面的一个研究。然后田家伟是柏林经济科技大学的硕士，然后他是德国台青会的一个成员，也非常积极参与支援香港的一个活动。好。我每次都看到他每次都我也看到大使很喜欢找我讲台语。我想先从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这个朗读在谈香港的状况，我想请就是香港外师大年轻人来跟我们做一个就是对话，那就是我们也跟特别来宾互动一下，就是宋晴。你刚听了这个所谓的二次屠杀，然后再谈祖国这些，你怎么看？我对自己身份定位比较是，我真的只是香港人。中国或中共政权这样讲好，说北京对我来说，比较是害我要流亡的元凶而已。这样，因为我人在主权移交前1年出生，我长大的时候，香港是最公民社会或自由上最蓬勃的那10年，都是我的童年，所以我都是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做的那一种香港的年轻人。那其实在我开始参与社运之前，我从来都没有真的去考虑过我拥有的那些自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我来说都很自然的，就是我在学校我爱顶嘴就顶嘴，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都是那种就是蛮叛逆的那种小孩吧。那就是你会 take it for granted， 你就会觉得我拥有了，理所当然，对。然后开始成为社会运动分子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蛮自由的，因为在那个当下，你还是很多事情都能讲，很多事情都能讨论。然后那时候进入大学的时候更加是，你真的是可以在课堂上跟教授讨论港独的问题，这样可不可行？这样到底是怎样那种？但是到后来慢慢你真的那时候你就以为生于斯都会死于斯，你就没有去想过你到底会进入流亡的这个状态。那当我是2020年最后一次回到香港后离开这样，然后那个时候都开始思考到底我心目中的家乡或是海马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那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香港。所以我对那种中国的我就是你祖国，你就要听我话的那一种，我是完全无感，坚持是反感某程度上。但是还是有一个蛮痛苦的点，就是因为香港人从来都不是香港的主体，我们一直都只是香港的课题。就是从1980年代中英谈判的时候，香港人从来没有被邀请过参与那个我们到底要不要所谓回归，或者我们到底要不要有自觉的权利，那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被问过，我们只是一直是被当球这样扔来扔去的。就是中国说我们要拿回来，然后英国说那我们没有很想要给你们来谈一下，然后香港在那边你们在谈的是我那我在那里没有要理我吗？就是那种离婚夫妇，然后小孩完全没有被咨询，有一点点那样的感觉。虽然他们都不是我们的父母，然后从来就是没有，到现在我们就被告诉说国家安全就是香港最重要的 value， 其他什么法治，我本来以为身为香港人就应该认同那些价值都没有价值，只有国家安全、北京主权的安全，或者北京对于香港的掌控才最重要的。那这一种我都没办法认同，这就是所谓的祖国。还有应该就是整种来说，就是我长大的环境加上这一种，我接触到的事情，就让我觉得我的祖国只有香港这样。然后而且是看到国安法之下，就是那种打压无日无之，然后你身边的朋友坐牢流亡的流亡，然后我有很想要贡献的公民社会也这在几个星期之间已经荡然无权的时候，你真的是没办法去感受到那种国安法或者北京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的那种感受。我只是单纯的感到很痛苦我没办法看见事情这样发生，尤其是它不是政治上只要打压你，它是文化或是生活的各种方面，它都要入侵你，然后把你说你珍视的东西，你所有的记忆都要拿走，重写，甚至是，所以我真没办法去
感受到那个所谓祖国的爱，我单纯的只是感受到所谓祖国带来的痛苦这样。那祖国的爱，我认为是有的，就是祖国的爱就是主爱啊，祖国的爱就是主爱。是。你也算流亡到德国吗？我是比较幸运，也是比较 privileged 的人，因为我本来进入真正流亡状态之前，我已经开始在德国念master， 所以我已经在这边算是有朋友，算是有一些网络，然后也开始做创业的工作。我是到后来我2020年回香港帮忙选举到一半，然后我就在这边办了一个联署。那勾结外国势力嘛，在座各位都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所以我就赶快要改机票，早点回来，不然那个联署公开的话，我就应该会被抓。那先回来，然后还是没有很强的感觉，我现在在流亡。然后是到后来，跟身边的人说，我其实不能回来了。那到那个点就知道我在流亡，所以。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所以也没有到真正流亡，但是那感觉开始越来越强。讲到选举哈，你去年回去香港帮忙选举，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小英总统是2016年选上，那么4年之后，2020年，也就是去年要在竞选连任嘛，我就记得投票的前一天，我能在德国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位香港女孩。瘦瘦小小的，看年纪应该在20几岁啊。他在台北某一个捷运站，在那个捷运站不是有那手扶梯嘛哈，他就来回在那边拿这个牌子，我看了真的非常的感动，真的眼泪都在眼眶打转。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他拿了一个牌子在台北的捷运站里面走向，上面写的就是说，台湾人看好，我们香港人只能为你示范一次啊！这是一个我脑海里面到现在都还有这个景象，就是一个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完全控制、完全打压、残暴打压的香港人，他在台湾，因为他不能讲你支持谁，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他举了这个牌子呀，我要真的要在这边再提一次这样。谢谢大使。Karen， 你呢？你的论文是特别写，就是说在2014到2019年之间的所谓香港社会运动。那这边有提到你所谓的情绪跟身体与记忆文学的关系，刚好跟廖老师这一辈子在努力留下记忆工作者，你是不是有一些想跟我们分享？对，其实在写论文的时候就很困难，因为中间就是遇到那个苹果日报的倒闭，然后就有很多就是所有的记录就突然间是几天以内就完全没有，基本上那时候是要跟时间比赛，就是看我能不能可以从那个短的时间内把所有东西留下来。对，然后呢，其实，在国安法那个开始实行以后，我就看到那个记忆是慢慢被改写。就是那个文化，因为文化是，比如说是文学、电影或者是相片，就是可以把那时候的情绪或者是那时候的画面记录下来。但是呢，就是透过那个重写历史，就是可以把那些以前的画面被改掉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过了几年，人就会把那些记忆会忘掉。其实除了这个以外，他也就在文化活动上会阻止大家去创作。例如说，他们会从那个减少艺术的补助，就让一些机构不能再生存下去。又例如说，就是如果是电影的话，就是透过审查制度，就可能一些电影只可以给那18岁以上的人看，或者是完全不让它放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觉得没有人可以接触到那些影片，然后就让那个历史，所谓的历史，就只是停留在当科，不可以再流传下去。但如果是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话，就是香港现在的文化圈是有点特别的是，可能是在看台湾那时候戒严历史的文化活动。因为这个也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事情，比如说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后，有些电影也不能够放。
然后台湾的时候也是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或者是戒严时期，它有很多的文化活动也被审查，就是可能是戒严前几年才可以放出来。对啊，这个记忆上面就是廖老师，你一直说你是很谦称的说你是记忆工作者，你对于就是说Karen 的看法、Karen 的做法，跟你这一辈子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对，我是认同他这个看法，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说，有些他可能是一群人在做，我是长期就是称之为一个人的战争，就是因为要更远的一些，你要把这个，比如说二次屠杀，你要追到天安门那个屠杀，你要把它连接起来这条线，然后其实写这首诗，在这个之前，我是采访了2个逃港国的，一个是在美国，那是很多年以前，就是我逃出来那年才采访的，他当时就是怎么样从这个广州的监狱就是逃出来，然后走这个中山那条线最后就是透过那个国防公路，然后游泳就是他那个先后就是有个20多个人，就只有他一个人，当时是在海上经历了41个小时，然后从香港中文大学那边爬上去。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想到，后来香港会发生这些。他还说：“老廖，你怎么没从香港跑来？”他说香港要近便的多。我说我对越南那边要熟悉一点，我还在跟大家解释这个道理。就是短在越南还好，在香港是越来越难了，不能去了。真的不能。对，这个书18个囚徒和2个香港人的越狱，还是你写的序嘛？对，你写的那个序言，所以说它就是一个连续性。打到今天，我有个必胜的信念，就是说我们只要坚持下去，有一天香港人肯定能够回去，因为他这个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你看到今天。那么64那么多人还是记得60，共产党他自己都怕绕不开这个东西。那么这就是我们能够胜过他们的地方。每一个人要坚持再坚持，你也不要靠别人的帮助，你要想到这是你一个人的记忆战争。记忆战争，你的记忆很多人到时候他会接受就是说那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夺回来，就给人，所以说我完全认同他的观点，而且他这么年轻，前途还远得很，这个再也不用等天安门30多年了，我觉得几年之内，他们自己都要搞垮，就是搞垮他们，你就能够那个评分。我们其实之前。香港事件发生的时候，2019年，在德国是有好几个媒体，也包括来采访我。那么他的确，其中一篇的标题就叫做 "Heute Hong Kong, Morgen Taiwan"，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好，当然也有人讲说，台湾跟香港不一样，香港是殖民地转给另外一个殖民地，可以这么讲。台湾人是从殖民地交给这个台湾称之为外来政权，可是不管那时候交给中国国民党，然后再民主化嘛，啊。那所以，我当时曾经讲说，台湾的历史很简单，6个字，就是外来、乱来、下来，好，6个字就是台湾史。那所以，台湾跟香港有不可比拟的地方，可是就受中国的威胁来讲，我认为这个威胁是一样的，是香港在前面，那我们在这边看着，几乎是无能为力，可是我们不放弃，表达我们的支持，这样子。谢谢大师，所以我就在想要问一下我们台湾队的意见，就是说这个台湾 Y 世代年轻人玉芬，你参加了太阳花学运，然后你也自诩为，你也一直在说你是一个所谓的社会运动者哦，然后你怎么看香港的社会运动？
对，因为其实这几年蛮多公众讨论都会把台湾跟香港相互做比较。那当然，我作为一个可能在台湾有公共参与经验的人，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单纯的台湾人，我自己在看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一样，我的情绪上就是受到的波动是非常强烈的。那也因为我这样子自身就是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关怀，再加上我的研究兴趣，所以我其实本身我做的研究就是我收集了反送中运动那一年超过900多篇英国跟德国媒体对于反送中运动的报道，然后我去分析跟整理看两个地方是怎么样琢磨就是这场运动，然后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重点。那其实我在这之中就有发现一些蛮有趣的观察，那这些观察又反过头来去提醒了我说，作为一个倡议者，其实有一些你在策略上也许可以参考跟反思的部分。那我以德国为例好了，就是我讲德国大概应该都知道南德意志堡苏德德学Zeitung。那我发现，其实德国报纸它在报道反送中运动的时候，除了非常基本的关于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价值的关怀以外，其实德国是比较务实的路线，就是说，德国媒体它会很务实的去琢磨说，为什么这场运动对德国来讲重要，它是不是提醒了德国一些什么事情？例如说，像德国跟中国有这么密切的经贸往来。然后还有说，在其他议题上面会希望可以相互合作。那香港这个运动的爆发，是不是其实点破了一些迷思？尤其是在国安法通过之后，其实有非常多媒体上面的舆论是在讲说，德国应该要重新去审慎思考，说对中国跟中国之间外交往来要有一个新的策略。因为这件事情，国安法通过这件事情，其实就提醒了德国一点，就是说中国并不是一个那么可靠、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那这个部分，至少我在媒体生态观察的部分，我觉得其实也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刚刚前面谢大使讲的，就是大家好像会觉得很绝望，会觉得说香港好像被孤立了，或是说像台湾状况有点像台湾好像被国际孤立。可是大家不要忘记的是说。中国这样这几年下来持续威武恫吓这种战狼式外交，它虽然会起到某些作用，它会让人觉得恐惧，但它并不会得到尊敬。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作为倡议者，你要铭记在心的。然后再来就是，一旦你了解，就是其他国家的媒体是怎么看待你这场运动，是怎么去理解你，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意的点是什么的时候，你比较有办法用。他们的脉络跟他们在意的那个角度去进行沟通，因为我相信今天台下或者是现在在观看直播的人，也有非常多人可能是在海外生活、工作、读书的海外港人或者是海外台湾人。然后我相信大家也都跟我一样，有很多这种经验，是你非常想要，你很渴望把发生在你土地上的事，或者发生在其他地方，香港、台湾或者是缅甸、泰国这些抗争、这些示威，去告诉这些。欧洲人或是德国人，你想要说服他们，你希望他们在乎，但是也许有些时候，你从他们的脉络思考，然后你从他们在意的观点出发，这样的沟通会更有效，因为你可以去说服他们为什么要把你这个群体纳入他们自身议程的考量。对，就是我自己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反过头来去提醒，身为我身为一个倡议者，我其实可以运用在我自己的策略上面。那当然，这个比较是我学术上的一些反思。那我不知道，可能像弟弟，就是你自己身为你有第一手媒体的实务经验。那你这几年也许说，你有没有观察到，可能外媒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在报道中国，或是他们在观看东亚发生的这些示威的时候，有没有影响他们对中国一些观察的角度？有啊，怎么说？我为什么现在不继续当记者就是因为这个，从外面看中国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怎么来判断呢？你看美国媒体，我在那个香港的媒体工作过，德国媒体、美国媒体工作过，他们媒体的问题是他工作的他要太快呗，然后他真的没有时间考虑，真的没有时间就是。去了解多，就是比较深度的了解一个事情，但我觉得我跟很多人现在就觉得，有点那个相反的想法哈，就是现在说，
美国或是别国家的媒体现在不能继续在北京、在中国大陆待着。反正很多人说这是不好的事，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因为很多记者现在是去台湾的，或是去别地方的，他们现在要理解一个完全另外一个中国，不单是这个，也是因为他们这样子也能明白，慢慢开始明白什么是中共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那很不一样哈。但他们到这个时候，他们最大部分的外国记者对这个没有任何的理解哈，因为他们毕竟是国外出生长大的，然后就跑到北京去了，那也不知道了吧，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教育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这用中文讲可以这么讲，让我们化孤立为鼓励。这个台湾队的那个加油，你为什么这么挺港？你是不是担心廖老师要写3次屠杀？为什么我这么挺港？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我对现状感到不满，然后我出于愤怒，所以我就投入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那自从参与了德国台青会用了台湾Initiative之后，我也出席了一些抗中的活动。那在这些活动里面呢，就是有藏人团体、维吾尔族人团体，还有香港人团体。那其中在这个抗中阵线里面，香港人团体跟台湾人算是比较同质性比较高，算比较贴近的。那在过去一直以来呢，香港就是被中国作为一个执行9·2共识统战台湾的一个示范区，它被塑造成一个统战大外宣的工具。对，那个时候我对这个现状也是非常不满。那时候我比较小，不像现在就是可以比较敢出来这样讲话。对，我那时候就已经很不满。对，那因为身为生长在一个法治社会的台湾 Y 世代，那打从娘胎以来，我就呼吸着前人用鲜血跟生命换来的自由民主空气。那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情况，有一天也许会不复存在，我就感到愤怒。对，那在当时，我曾经认为香港就是一群，但不包含这2位。对，我当时认为香港大部分的人就是一群被中共圈养着，然后一群没有骨气的人。那这样的想法一直到香港人开始上街抗议的时候才改变。原来没骨气的是我们。我们一直都蛮有骨气，只是我们有窝里反，我们的外患很明显，但我们也有那个内忧。对，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讲谁。对，所以谁？中国国民党。那么这不是套好的啊，这个意大利有一句话我也很喜欢，叫做 La curiosità è la madre della sapienza， 就是好奇 The curiosity is the mother of the wisdom， 好奇是这个知识的母亲。对，我只是单纯喜欢这句话，我没有要跟我无关啊。我们内忧就是中国国民党跟他们的部分支持者。对，那其实香港人在上街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抗争的同时啊，他也是在为台湾指出一条明路。就刚刚大使也有提到，这几次重要的大选，2016、2020的大选，几次牵动台湾大方针的大选，其实都受到香港人的牵动。那对于这点，我对香港人是非常的感激。那我想，就是因为我对香港人有这些情绪，所以我才会特别的支持香港人。对，那我在这边想要请问廖义武老师，他是怎么看现在的状况？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对台湾人说的？就是也许未来你也会有机会再写下3次屠杀嘛。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千万不要。我只想说，战争已经开始，这个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战争的。好像传统战争就是这个大炮，然后万炮齐发，然后军舰冲过去，这个不是这样的。战争已经开始，这个超限战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网络心理的那个压力，然后宣传，然后飞机的扰台，这一切都是一个战争的状态。所以说我看到很多台湾人还把这个精力放到一个内耗这个上面。我想那个是自由民主体制的一个弱点啊，这个所谓的内耗。但是其他地方它是能够耗得起的，美国，然后德国，甚至欧洲，甚至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它都能耗得起。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对这么一个强大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独裁国家，每一个台湾人都应该想象到战争已经开始。哪一天，如果说你自己就感觉恐惧，首先就是别人还没有宣战，你就宣布投降的话，那是我很瞧不起的。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像谢志伟这样，我觉得我太太怎么办？我觉得亡的不是台湾，而是中国。是那个，这很抱歉，有时候我的确有一些那个听起来不是那么震惊。其实我心里在很多时候是有点焦虑啊。好，那既然这个题目你们谈起来，我作为一个代表驻外代表是不太好谈这个问题。但是你们提起来啊，我是常常有时候不是从驻外代表的角度，而是从一个台湾人，从一个当年对于台湾的白色恐怖、台湾的戒严完全无感的一个人。我到德国来，1982年来，我才从德国看到台湾的历史。刚刚那个宋琴就提到了这个，在香港，现在国安法进去以后，所有不听祖国的、不符合国安法，基本上都可以被定义为港独啊。同样的，那个台湾人在过去很多年，台独或者藏独，不管剩下什么独，现在只剩下一个独，在香港只剩下朗读，你要读中国共产党告诉你们要读，从小孩子开始，甚至不爱国是没有资格选这个议会的。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这个受到中国共产党压迫的人，我们要告诉自己，我有一个作为人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言论自由？这个自由那个自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有这个自由去质疑、去问，为什么你凭什么？北京凭什么只因为他跟英国签了这个约100多年前，然后香港就要还给北京？这是一个无人之岛嘛，上面有600多万人呢。台湾也是一样啊，台湾当年被割给日本，上面有人，不是只有一个岛，然后又所谓还给中国中华民国，上面也不是没有人，当时也有600多万人。现在同样的2400万人，再加上600多万人，加那个维吾尔族也有2400万人，这一加起来有将近1亿的人，好像这些人都是木头，都是塑胶啊。所以我是告诉自己，我从这个离开台湾再出来，我到今天为止告诉自己，我也是 Y 世代，我是永远的 Y 世代。我就问 why， 这一切都为什么？包括台湾我们所谓的宪法，为什么这个宪法可以带到台湾来，然后告诉台湾人说，根据这个宪法怎么样 ABCD。我以前有辆车的那个导航系统啊，那个 GPS 有问题啊。你开到前面，你如果看到 GPS 上面是写的是康庄大道，油门该吹了去，可是你眼睛看到的那前面是一块田呢，你不应该踩油门，你应该踩刹车。可是按照这个说法，你就是要踩油门啊。我们有没有作为一个人，能不能吃？我讲讲，为什么香港人不能考虑？我香港为什么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全世界人口少于200万的国家多了，为什么不能去想啊？这个也是一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香港人，对吧？
我是蛮对大使讲的话蛮感触，因为就是第一就是香港现在国安法之下，好像大家看新闻都好像没什么事发生，每天的新闻，如果你这会看香港新闻，就是又有同事或朋友被抓，然后送进牢里面，或者是又有什么朋友离开了香港，就是这种新闻，感觉起来其实好像就是没事发生，但其实很多我还在香港的朋友跟同事们都在做谢大使你讲的那一种，生而为人，我可以选择什么，我可以问什么，我可以讲什么，不该是由那个政府来跟我讲。例如说何桂南跟周信彤，他2位都是我的好同事、好朋友，他们2位现在都在接受6·4案的审判，在庭上。那根据一般就是身为一个法律学生，你身为一个律师，或是周信彤本身就是律师，他很清楚知道你身为一个答辩人，你最好的做法 legally 说来讲，就是你认罪，剥取最短的刑期，然后赶快把老罪做好出来就没事这样。那他们2位都反其道而行，他们就真的在庭上会说悼念无罪，这是我的言论自由，这是我最基本身为人应有的权利跟自由。他没有去想到底这个东西会为我带来多少年的牢狱之灾，他们只想是对的，所以我去做。那他们每一天，他们本身就是每天会那种反问自己：现在我到底在干嘛？我可以干嘛？或是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哪里？那你身为他们同事朋友，在外国，你看着他们这样做，其实你每天也的确会问自己：到底我在这边，我可以怎样运用我手上仅有的自由？我怎么去利用我现在可以畅所欲言的那一种？那其实就是就是香港应该也没有到主流90%人支持港独这一种，但是能有一个空间，有那个言论自由，或是在学校里面，或者在各种场合里面有讨论这个选校空间，其实也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我有权利去讲我想讲的东西，有权利去讨论我想讨论的东西。而这种空间在香港是越来越少，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好像是 Karen 他的同事们，很多电影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或者像文学工作者，像廖老师那一种，他们每天都在尝试，没有说避开，他们是尝试知道那个红线在哪里，即便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他还说，但是 I'm just doing my job， 我只是在做我工作，我专业做记者，我做文化人，我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也看见也是蛮感动，就是更加知道，我到底在这边，我要怎么为他们讲出他们的故事，怎么告诉别人，香港其实还没有死掉，你们先不要那么急着帮我们盖棺定论，我们还没有事，我们还在做这样。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有就是就像宋晴在讲，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应该也知道香港最近有所谓的移民潮，就是那个留下或者是离开是一直在讨论，甚至是一认识的香港人在头几个小时都已经会讲，你想要留下还是离开？然后很多人就是觉得我留下的话，就是用我本来有的知识，或者是我可以做的事情，继续留在香港，为香港做一些什么。如果是离开的人，也是会把自己的声音变大，让世界各地的人会知道香港在发生什么。然后刚刚也讲到就是文化活动，就是因为那个国安法它的红线，其实你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就是很多创作者他就会一直去挑战，一直去试那个红线，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试了这条红线，然后后面的人就知道那条线在哪里，然后会继续试。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是考验我们香港人那个创意能力有多高的时间啦。对，谢谢 Karen， 我要跟大家道歉一下，本来我们安排了一个现场的一个问答时间哦，还有线上问答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讨论非常的激烈，我想把这个时间留给给弟弟跟廖玉武老师给我们1分钟的一个结束，然后 before 那个谢大使做闭幕之前，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刚才你宋庆北 Clayser 你说了那个香港的没人认香港人要怎么样哈，是这样。我有这个感觉，这想法，就是说，香港现在在一个很奇怪，就是一个没有家庭的位置，就是说祖国在哪里哈，然后香港也
现在就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呢。最苦的可能这样说，就是因为香港刚离开了这个殖民地，然后也没有他自己的未来，那就算是用中文说是有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情况，就是大概是怀念未来 ，nostalgia for the future， 对吧？因为你就像一个孩子，你要生孩子，就是生得太早没了，然后所以就 nostalgia for the future， 就是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啊？那这个感觉是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奇怪，很少有地方是这样子。我觉得所有的离开这个殖民地这时代的地方，有他们自己的未来啊，是不是？是好是坏，是他们自己的未来。香港是并没有。他只能说是怀念未来。我们现在就说我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你们。当然，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就是怀念未来好非常奇怪。我就想说这句话。谢谢谢老师给我们这句话我想让他来说。我来说。我现在的状态其实是刚毕业了，那我要踏入就业市场，其实有一种感觉是我未来不会再有这么多时间投身到这种类型的活动，因为我的背景也不是法律或是政治。那我想要，我觉得这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啊。但是我也想跟后辈或是包括跟我同年龄的人稍微就是喊话一下，我觉得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即使我们会被资本主义圈养，到了某一个程度开始，我们就会被资本主义圈养。我们会为了明天的食物或是住的地方，你必须要去工作，那你的时间会消耗掉，你没有办法再把你的时间投入在真的对人类有帮助的议题上面。对，那这件事情，我认为一直都会需要有人去做的。那就只能希望，那就是你啊。我们就 take turns 就好了，你去工作什么的，然后换过来，这样就好了。我觉得我已经要开始被圈养。对，我想资本主义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资本主义也是跟自由民主挂钩的嘛。对，这可能也是自由民主的一个弱点。那现场来宾呢？待会我们应该有一个茶会，所以这时候可以跟我们的特别来宾互动。然后线上的观众的话，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就留在那个区，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的一些座谈会是不是有机会。那此时此刻，请谢大使帮我们做一下闭幕。我作为台湾驻德代表啊，我一直把我的外交工作放在几个面向里面，一个当然是我们跟在地的德国，从政府、国会一直到民间，这边有一些沟通，有一些交往，有一些甚至于谈判。最重要就是说，让他们知道台湾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的台湾，我常常讲，不要你如果承认台湾，说台湾现在是一个 democracy 自由民主，那么就不要把我们当成是当年那个蒋介石他们那个时代的继承人，我们不是他们的继承人。那个时代有一定程度的贡献，这个也不能否认，好。但是我们不是他们的继承人，作为自由民主价值的，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克服者。但是，这里面就有点复杂。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smartphone， 智慧手机。你们是智慧世代，智慧几乎跟 AI 是同一个意思。可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德国的住德国的的人，我们也知道 ，smart 这个字跟德文有另外一个字，它是成来是 schmerz。smart 本来的意思是痛苦，所以你如果从今天看 smart 到 schmerz 或者 schmerz 到 smart， 它有一个可以给我们作为参考，就是你不经过痛苦，你不会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你也许可能变得聪明，变得狡猾，啊，
当然，脚滑有时候是因为袜子的关系，哈。可是你如果站不稳脚步，不会是因为你袜子的关系，是因为你的腿无力，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讲就是说 ，be smart。某种程度来讲，你要先感受到什么叫做痛苦。你感受到痛苦以后，你就能想象别人的痛苦。台湾作为一个曾经历经38年戒严的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机缘，跟香港人、跟中国人、跟维吾尔族或者西藏，我们共同来承受这个痛苦。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成长。最后另外一个字，德文有个叫做 elent， 叫做痛苦。这个字是有意思的 ，elent 这个字里面藏着一个 lent， 那个 lent 就是你的 fatherland。所以 elent 这个字本来意思就是被迫离开你的祖国。那是谁让你离开祖国？不是祖国让你离开祖国，是操纵祖国的那个祖国，那个叫做中国共产党。所以西方有一句话就是“祖国来了，快逃”。不是去拥抱，是快逃。那我觉得这句话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非常的恰当，对台湾人有效，对中国人有效，对弟弟有效，对香港人也有效，对 Y 世代生。So don't ask me why. Old soldiers never die. 谢谢大师，谢谢廖老师，谢谢弟弟，谢谢台湾的 Y 世代跟香港 Y 世代，谢谢现场观众。谢谢那个。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cry 。谢谢台湾故土的一个工作人员。那导播麻烦你。好 ，OK，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现场的观众，我们在